下手吧。叫醒了麻木的脑瓜，就连我什么都能够放得下。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我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？潇不潇洒？快不快乐？去享受它。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我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？潇不潇洒？快不快乐？去享受它。OK， 知道了。那你的任务完成，接下来交给我们了啊！来，怎么样啊？目标出现了，大家分头行事。那海洋，你的责任重大，千万不要让他跑掉啊！鸡王啊，你砍鸡呢砍得不错，不过抓人你行不行？那个人啊是警察要追捕的对象，分分钟啊也不只是非法移民那么简单哦，而是10大通缉犯呐。等一下你抓住他的时候，小心给他一刀砍下，变成2半。怎么了？你怕了？如果你怕的话，那就请便吧，我一个人来对付他就行了。不过呢，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师姐吧。我老是跟你说，我觉得你根本配不上我那个又漂亮又善良的师姐。你凭什么这样来说我？因为我看不起你呀！以为卖鸡饭赚几个臭钱，就到国外去骗那个老婆回来，老婆跑了，现在又想癞蛤蟆，想吃天鹅肉。你说谁是癞蛤蟆？还有谁？我师姐当然是天鹅喽。天鹅？哼，我看的是呆头鹅吧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们以为我是傻的？就因为它呆没有人要，你们才把它让给我。王八蛋！晶晶、芬姐、柔柔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们是专程来等你们的。什么事啊？你还带他回来干什么？鸡王看见你们，跑回来跟大姐报告。大姐已经报警了，现在到处都是警察。警察？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快走啊！你还在这干什么？还不快跑！哦，小心快跑！喂，你跑什么？警察又不是抓你。我要跟小新在一起。你不能带晶晶走，你这样子做会害了她的。小新，老板。喂，从后巷走吧，安全一点。哦。小新，小新。柔柔啊，喂，送你师姐回去啊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看着小新的。啊。师姐啊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你敢侮辱我师姐！你是说我是癞蛤蟆了？你哎呀！谢谢。啊，这里不关你事，你走。喂，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放手啊！喂，人呢？人没人啊？什么没人啊？我明明看他跑进来这里的啊！走了啊？你说就是那个人？王八蛋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你夹住我的喉咙，你叫我怎么说？快追啊！去啊！喂，大姐啊！喂，要专注！给我专注啊！师姐啊，你别再看了，他已经走了。不知道他会不会碰到警察？
你明明知道警察在找他，那他就是危险分子了，为什么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呢？他不是坏人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，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对我那么好过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对你的好不是装出来的呢？柔柔，我知道我很笨，常常给人骗，可是他不会骗我的，他不要我的钱。那你的身体呢？他也从来没有对我做些什么。总之，他跟那些骗过我的人不一样。我知道的。四姐，你是不是真的很爱他？嗯。那如果他被警察抓了，你会怎么样啊？我会很难过，难过到不想活了。我不知道，总之我会难过到不想吃东西，不想说话，不想睡觉，不想看电视，连你最喜欢的电视剧你都不想看了。不想。原来爱情是这样的。四姐，你快去救他吧。放开我！你敢踢我！喂，鸡王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要让他跑了！我看起你是趁机报仇啊！好，你要打他是不是？我放松。哎，我一打一。不行啊！你不是说了什么10大通缉犯吗？很危险的，要压紧一点啊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我现在报警！小心不要！小心！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他，我。你为什么打他？喂，你不要跑！你不要开他！你怎么开他？他是非法移民，压在一起会受牵连的。我不管他是谁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。师姐，你不要哭了，我最怕看女人哭，3点怎么办？罗罗，快帮忙！小心，快走！快进去！师姐。大姐，过来，过来，晶晶，你先过来再说。大姐，我求你放了小新。你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是不是要搞到被警察抓去你才甘愿呢？大姐，我求求你放了小新。晶晶，你不要这样，他们要报警，就让他们报吧。不要碰他！大姐，小新！大姐，你真的是没有用啊你！你为了一个男人又跪又哭的，你还被骗不够吗？你要迷糊到什么时候？大姐，他不像那些骗过我的男人，小新不会骗我的。你不是说过你以后都不会再骂我笨了吗？不是因为我变聪明了，是因为小新在帮我，他帮了我，帮了你，也帮了我们的店。你知道为什么李一鸣会再来我们的店吗？因为小新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让他吃了你煮的椰浆饭。我们打了1盒椰浆饭，到他住的酒店去那边等他。可是他赶我们走，还叫我们不要再烦他。我很怕，我叫小新快点走。可是他说不可以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要坚持到底。最后我们真的让他吃了一口你煮的椰浆饭。他吃了之后，他一直说好吃好吃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来采访我们。那林一鸣要来那天，杨家店出了诡计来对付我们，害我们买不到材料。那你把所有的材料都买回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哈？那也是小新想出来的办法。他早就知道杨家店的人一定会搞破坏，所以他说叫我提醒大姐。可是大姐又说不用担心。我告诉小新，他又说我们宁可小心一点，也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手忙脚乱。所以当天一大早，我们就去买最新鲜的材料。姐啊，那天要不是他们，我们真的会手忙脚乱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他鬼线也那么多，
跟杨家店那些贱人有什么不同？怪不得警察要抓他，我看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坏事。哎，报警！大姐，哎，电话借我不要，大姐，大姐不要，大姐给我，哎，大姐给我干什么？我要报警啊！大姐，你太没有人性了！你说什么？哎，报警！大姐，哎，电话借我。不要，大姐，你太没有人性了！你说什么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他总算帮过我们，我们怎么可以恩将仇报呢？况且我们也没有证据说他做过坏事，不可以凭一些猜测就判他死刑啊！你怎么知道他对晶晶没有做过坏事啊？没有，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坏事。他有，他偷偷把他带走啊，我还以为他被人家绑架呢。没有，都是因为你带我去看什么女人脱光衣服的电影，所以小新才会把我带走的。喂，你带我师姐去看什么电影？我只不过是带他去看 RA 的电影罢了。我之前有问过他的。你是不是想趁机会占我师姐便宜？没有，我没有碰过你师姐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晶晶。好。不管怎么样，警方要抓他那是肯定的，要不然他不需要从医院偷跑出来。他说他失去记忆，根本就是骗人的。其实他自己心里最清楚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警察要抓他？你以为他真的对晶晶好吗？我说啊，他看着晶晶的天真跟无知，在利用他。我没有利用晶晶，我真的爱她，我爱晶晶。小新，我也爱你。放手！喂，今晚你在做什么？放手！怎么可以放手啊？我叫你放手！婉婉大姐没有说放手，不可以放手的。大姐，柔柔说的对，我们不能恩将仇报，做人要讲义气啊！什么讲义气啊？你以为是黑社会啊？对啊。哎呀，你们别吵啦，听大姐怎么说吧。姐，大姐，阿妹，放开他。谢谢大姐。小新，快谢谢大姐。不用了，那这次我放了你啊。不过我不想你再骚扰晶晶，下次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出现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的。你走吧。晶晶，大姐，走啊！走啊！小新，走啊！啊！小新，小新。等一下啊。呀，你的电话，这里让我来吧。他医生打来的。Hello。你在准备晚餐吗？是啊。你的伤还没完全好，应该避免四处走动。我听雨杰说你今天还到店里，怎么不留在家里休息呢？哦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只能躺在家里啊，更不舒服啊。真是没你的办法。哎，雨杰给你制定了一个减肥计划，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去实行。这样快啊？只要对身体有益的计划，越快开始越好啊。那要怎么开始？你今晚能不能吃得清淡一点？试试看，别吃肉。应该是没问题啦。好，今晚煮什么汤？花生排骨汤。哦，那太油腻了。你能不能
能答应我别喝汤？应该是没问题啦。还有，能不能不吃饭？啊，不能啊！啊？哦，我是说，没有不能办到的事。洋洋啊，去叫我们出来吃饭。哇，喂，吃饭了！啊！四姐，我们吃饭了。你不要这样了，你不吃饭也不能改变事实哦。我知道他没有钱了，不知道他吃什么，去哪里睡觉，去哪里冲凉。你不是吧？连他去哪里大小便你也要担心啊！真是受不了你。我担心他是我的事，你那么八婆干什么？什么事情都要管。你说什么？你有没有吃饱没事做，爱管你的闲事啊？要不是看在我们是姐妹份上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在房间里面睡觉更好啊！真是好心没好报。柔柔不要管他，他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算了。四姐，我们出去吃饭了。不吃了。那我叫二姐留点菜啊。各位选民，如果你们想找一个真正能够代表自己的国会议员，就请投我田大华一票。姐夫啊，你还没睡醒啊？你连在自己家里都拉票。哎呀，不是的，等一下我要开群众大会，自己最好是练习一下，要不然等一下讲错了，上了电视那不是很丢脸？哎，姐夫，电视台要来拍你。当然啦，我的群众大会啊，起码能够吸引到4、5千人呢。电视台不拍我，他们拍什么？一定会很可惜的。4、5千人那么厉害，你以为你是 BAB 啊？BAB so what？他们的群众大会啊，也不一定会比我的威啊。照我这几天啊拜访了选民所受的欢迎程度来看呢，最起码能够吸引到4、5千人，超过1万人也不一定哦。你们等一下一定要去支持我。姐夫，如果你请 Britney Spears、Westlife、周杰伦、孙燕姿来助阵，我就去。对啊，姐夫，你请什么人来助阵啊？不用啦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。我在演说者角落一讲就是3、4个小时，没有问题的。哎，老婆，给我多一点饭，我要吃饱一点。去到那边可以说多话，说到饱。大姐吃饭。大姐吃饭。饭。晶晶呢？哦，她说等一下才出来吃。还在耍性格啊？不要管他，我们吃。大姐，你只吃这个啊？做梦很奇怪没？没有啊，你一向来都是饭。饭什么？饭桶是吗？不是啦，是饭王，不吃饭不行的。唉，我减肥啦。啊？做梦？我减肥很奇怪咩？医生说我再不减肥的话，我就要爆血管了。如果我躺在那边上厕所啊、冲凉都不能自己来，那你们肯照顾我哈？我们当然照顾你了，不过为了你健康着想，你应该听医生的话的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我赞成。我也是赞成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不吃肉，不吃饭，不吃甜。有可能吗？要有很强的意志力的。是咯。哎，我就是担心啊，我的功力不够啊。所以如果你们发现我忍不住要破戒的话，一定要用一切的手段来阻止我，知道吗？姐，怎么了？很难吃啊？没有味道。我知道你要减肥，可是也不可以心急的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吃一点点饭，再吃一点salad，一步一步慢慢来咯。这样啊？哎呀，不要了，还是不要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就一定要做到，那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不吃肉，不吃饭，不吃甜。大姐，你这样做很笨啊！你已经中了政府的计了。我减肥也跟政府有关系？当然是跟政府有关系啦。你看，政府为什么那么好心要照顾你的身体呢？政府整天要大家减肥啊，预防心脏病，预防中风，他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呢？很好吗？错，
说来说去，他还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荷包，因为他不想老是被你们搞到很头痛。提高医药费你们不高兴，不提高又不行。所以呢，你呢最好是能够照顾自己，不要让政府来照顾你。你们呢最好是不要生病，因为你们一旦生病呢，就拖累了政府。这样呢，他就能够省下了救护车的钱，省下了给医生啊、护士的钱，还有省下了建医院的钱。千万不要这样笨啊，不要什么都相信啊，大姐。我们一生人中啊，吃多少用多少是已经注定的啦。我们要吃的话就敢吃，不要怕这个怕那个的，要不然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有道理啊！一生中呢，吃多少住多少都是注定的吗？啊！哇，你今天说的话特别中听啊！这样，我吃一块肉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哎呀，当然没有问题啦，大姐你看，多么好吃，要吃就敢吃，很好吃的，香喷喷。喂，做什么？是你说的，如果你忍不住迫切，我们就要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止你。可是刚才他说，姐啊，你不是常常说大华说的话不可以信的吗？大姐，你不可以那么容易受诱惑的。是啊，忍一时呢，肚腩消一寸。退一步，男人对你流口水啊！哎呀，我还是不看了，不看最好了。我去厨房吃。哎呀，莫文文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，支持你，支持你。现在不要支持，等下开群众大会的时候，你们再来支持我。大家手头上都有一张神圣的一票，请大家好好利用这张票，来表示大家的愤怒。虽然我们平时不说话，但不表示我们是哑巴。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站起来，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，然后做最明智的选择。你们每一位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？就是投我田大华一票。哇，姐夫的演说技巧好像越来越好，很有煽动性啊！当然了，交那么多学费不好才怪。什么？还要交学费？当然呢，1万多块保证金啊！如果得不到足够票数呢，这笔钱要被充公的。你看今晚的群众大会，你就知道这笔钱是一去不回。哎呀，你们不用替我担心的啦，反正我都预料到有这样的下场了。算了，既然他不死心，就给他搞多2天好了。你们还要听啊？我站到好累啊！早知道那就扛一张床下来睡。不行啊，我找个地方坐了啊，你们慢慢听啊。我住在政府组，每天我也是到咖啡店喝咖啡。我没有汽车，我不像那些博士啊，那些精英，那些住在红毛屋里面的上等人。所以呢，就只有我真正了解你们的心声，了解你们的痛苦。我知道，在这里生活不容易，赚钱也不容易，物价天天涨，医药费天天涨。虽然人家说宁可死也不可以病，但我田大华却说，如果要死也不能够死在新加坡，连骨灰位也要几千块。我看你们怎么死！好，姐夫说得好。哎，你们也来了。哎，豪哥，你看这场戏，如果我们不支持他，那我姐夫就没戏唱了。哎呀，我看他这2天也非常拼命，所以来支持他一下。谢谢你啊，阿豪。我知道我在这里说话，有一些人听了不开心。不过，我讲的都是真心话，我讲的都是人民的心声。不过，偏偏就有一些走狗、马屁虫，他们开始来监视我。我田大华
在各位选民的面前，拍拍胸膛，勇敢大声地说：我不怕这些走狗马屁虫，有胆的尽管放马过来吧！哇，豪哥，他是不是在讲你啊？哼，算了吧，反正我做什么事情他都看不顺眼的，我又不是什么政党的人，执政党也好，反对党也好，他们的群众大会我都有去。今天我是来看看这位所谓的独立人士有什么民生课题可以发表，没想到他看到我好像看到鬼一样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他是个对手。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啊，阿豪。哎呀，没问题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 YY 茶的事你跟他商量了没有？还没，我想等投票过后才跟他谈。那也好，到时候你让我知道哈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喂，你不要走，过来！走狗，你不要走，有胆的话过来跟我辩论。姐夫！怎么那么像啊？难道这个电脑奇才落难到荷兰村？哇，30岁就拥有了5亿美元身家，外加市值8亿美元的股票，哇，简直就是 A 级货色啊！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那么刚刚不是走跑了？是我走跑了。啊，小心点，小心！哎呀，都是那个王八蛋害我的。春兴让我开不了群众大会。坐下。你怎么可以怪阿豪呢？他什么都没说就走啦。我为什么不可以怪他？如果他没有出现的话，我就不会跌倒啊。如果不跌倒的话，我就可以站在那边讲足足3个小时的话。现在搞到那么快就收档了，多没面子啊！姐夫啊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开群众大会就是谁都能来听啊，你怎么可以禁止人家来？而且你再说下去没用啊，说来说去也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在听。晶晶，你还在睡啊？你有没有吃东西啊？肚子饿不饿？那不如三姐煮一点东西给你吃好不好？你还在想小新啊？是，我知道你一定要生我的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报警抓他的。不过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双胞胎，是同一个肚子里长大的。我不关心你，还能关心谁呢？我是怕你受骗啊！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他？他不会骗我，不会骗我的。我相信。真的吗？下午我看到你们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很难过的。我看得出你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所以我想帮你们，把你们在一起。帮我们呢？我刚才骂你八婆，你不生气啊？握个手就没事了吗？如果你要我帮你，首先你先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。三姐啊，你那么聪明，如果你肯帮我们就好了。你告诉我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叫什么名字，从什么地方来，做过什么工作？没有啊，这一切他都忘记了。忘记？他在医院醒来之后，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，你叫什么名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叫他小心咯。那更有可能是他了。那他有什么特别喜欢什么东西吗？他喜欢吃薄饼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？他喜欢踩脚车。脚车？他立志骑着脚踏车走遍全世界，每回骑脚车旅行归来，总有些新的点子出现。这点很像。除了这些，有什么叫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呢？有啊，就是这个
本来是人家丢掉的，可是小新把它修好了，然后送给我。哇，好厉害啊！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呢，我曾经看见他把整个电脑拆了。电脑？他说什么？把电脑里头坏掉的零件拿出来，然后换新的就可以用了。我本来要给他钱买的，可是他说不用，等人家把旧的电脑丢掉，然后把里头还可以用的零件拿出来用就可以了。结果他真的装出一台新的电脑，好厉害啊！那台电脑在什么地方？我能不能看一看啊？他晚上就把电脑从储藏室拿出来，装来装去。过了几天，本来黑麻麻的电脑就可以开了。他开了电脑做什么？他就坐在电脑面前按来按去咯。按些什么？我都不知道电脑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他按什么。可是我知道他按得很开心。珊姐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要开电脑看看有什么线索，说不定能帮他恢复记忆，让他想起他自己是谁。其实小新跟我说过，他已经不想知道他是谁了。为什么？晶晶啊，如果能载着你一直踩下去，没有目的地，永远不停止，那就好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难道我们两个不用吃饭吗？而且你也会累的嘛。哇，你好实际啊！你说的没错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的。可能在虚拟的世界就能办到。什么虚拟世界？所谓虚拟世界，就是你理想中的世界。那比如说，我很想跟你在一起，那我们的世界就只有你和我。如果我们想这样有点单调，要是路边有一些花会更好，那么花就会出现了。有花的话，就应该有蝴蝶，那么美丽的蝴蝶呢，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飞来飞去了。那我喜欢彩虹，天空是不是也会出现彩虹？对了，你现在应该知道什么是虚拟世界了吧？可是那只是想象啊，不是真的吗？如果我们把现实跟虚拟世界结合在一起，就能创造出一个理想中的世界。可是那些都不是真实的啊。人为什么会有感觉呢？会有各种各样的感情，那是因为我们有脑细胞。如果我们可以让脑细胞跟电脑结合在一起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抛掉这个身体，完全活在一个理想中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我们不会有生老病死，不会有痛苦，只有永远的快乐。那不是天堂吗？对了，可是不是死了才上天堂的吗？死人能不能上天堂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死去的人不会回来告诉我们。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活着的时候，为自己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。我还是不明白。晶晶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？当然愿意啦。可是，如果有一天你恢复了记忆，记得你是谁了，你还会想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不会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以前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，所以，我宁可不要知道我是谁。我宁愿永远都叫小新，因为只有小新，才可以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从此以后就叫做小新，因为只有小新才能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哎，这就是小新说的什么虚什么的世界？虚拟世界？对啊，虚拟世界。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了？他大概来不及创造吧。毫无疑问，他
他一定是那个失踪的吴志玉。我一定要在他恢复记忆之前，想尽办法接近他，然后让他爱上我。三姐，你怎么跟自己笑？哦，我是在想啊，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你的小新？我也不知道。自从大姐赶他走之后，他就没有打电话给我了，我很担心他。哎，你们不是有相约见面办法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。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办法？不行啊，我答应过小新，不可以告诉别人的。我又不是别人，我可是你三姐啊！你不相信我，还能相信谁？可是小新跟我说，即使是姐姐也不能告诉他。看了小新2号，你怎么还不出现？他拿着遥控器在等什么？难道是他们见面的暗号？小新，你快点出来啊！快点出来啊，小新！你到底在哪里？我真的很想你啊！四姐，你不是要去电视台吗？怎么还不去？时间都快到了。我不想去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很想当演员的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干嘛要放弃？小新不在，我一定不行的。去了也是白去。没有小新，你就活不下去吗？四姐，你不可以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他不在，你更应该去。你不是常说他一直不断的鼓励你，希望你这次能够成功吗？嗯。所以了，你就更应该证明给他看，你是办得到的。如果你这次放弃了，那他知道不是很失望？当然会啦。他为了让我有信心，想了很多办法，除了买 VCD 给我看，还不断的跟我练台词。我不能让他失望哦。嗯，四姐你说得好，所以走吧，我陪你去。嗯。三姐，你去不去？哦，不去了。当演员有什么好啊？整天给他指指点点，呼来喝去的，而且啊，能赚多少钱？又不是好莱坞，一部戏能赚几千万美金啊！不如我在家里睡觉更好。三姐啊，那你不要告诉大姐我去电视台哦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说的。上次你也说不会把小新的事告诉大姐，
结果还是说了。上一次不同啊，我是担心你，怕你受骗。这次你到电视台肯定是不会成功的，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三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那你不是打击四姐的信心吗？喂，我只是实话实说啊，不要给她有不实际的幻想，免得希望越高，失望更大。算了，四姐，不要听她的，你一定行的。嗯，小新也是这么说的。走吧。小新，小新，叫的那么亲热，等人家记起以前的身份是个电脑奇才、亿万富翁，他还会理你吗？到时候还不是一脚把你踢开？四姐啊，你要不再看一下剧本啊？人呢，一定不能轻易放弃希望的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行的，一定行的，这几行对白一定难不倒我。我和小新2号都会支持你，加油啊，主人！你看着我，你还没有失败，你还可以再来过。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成为里面的演员，你就一定能办到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爱晶晶，我也爱你。来，放手，放手，快，走啊！走啊，走啊！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小新，我好想你啊！这些日子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我求你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连生存的勇气都失去了。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四姐啊，你被录取了，你应该很高兴才对啊，为什么你还是闷闷不乐的？柔柔，你不知道，当初如果不是因为小新，我死都不敢来应征当演员的。是他跟我说，想到就去做，要不然转眼间机会就消失了，我才敢来应征当演员的。那就证明他是对的。如果你不是的话，你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吗？可是小新却不在了。小新，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，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
情的捉拿，不是说好了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了？说真的，快不快乐如何？这不是你的，是我的，到后来也不会是永远的，路还是要走的，不管天气是怎样的。